在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每一次买入与卖出的决策都像是在布满暗礁与激流的海域中掌舵航行，既需要精准的方向把控，又要与内心翻涌的情绪浪潮搏斗。亚历山大·埃尔德所著的《以交易为生2：卖出的艺术》这本书，恰似一座闪耀在交易迷雾中的灯塔，将心理学、金融学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为投资者指引着从懵懂新手成长为交易大师的进阶之路。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听世界，一个关于财富自由与个人成长书籍分享的频道。亚历山大·埃尔德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与跨界魅力。早年在苏联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历，让他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复杂世界中穿梭，培养出对人性、情绪与行为模式的敏锐洞察力。这段特殊的学术生涯为他日后剖析交易中的心理活动埋下了专业的种子。而后移民美国投身金融市场，他从交易市场的底层开始摸爬滚打，在真金白银的激烈博弈中，历经无数次市场的洗礼与考验，逐渐成长为交易领域的顶尖高手。这种横跨心理学与金融学两大领域的独特背景，赋予他与众不同的视角。在以交易为生2中，他摒弃了传统交易书籍单纯聚焦技术分析的单一模式，创新性地将心理学、资金管理与交易策略编织成一个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完整体系。对于初入交易世界的新手而言，这本书犹如一本详尽的交易生存指南，帮助他们在交易的迷雾中建立起正确的思维框架，少走大量弯路。对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书中对交易心理的深度挖掘以及对资金管理策略的细致剖析，能够填补他们交易体系中的认知漏洞，进一步完善交易系统。即便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职业交易员，也能从中获得优化交易策略、突破交易瓶颈的全新思路。正如业内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它不仅是一本交易指南，更是一部深刻解读人性与自我管理的哲学著作。在交易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中，心态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远超各种复杂的技术分析工具。市场的波动就如同变幻莫测的海洋，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时刻冲击着交易者脆弱的心理防线。过度的贪婪就像潜伏在交易者内心的魔鬼，会让人在股价持续上涨的行情中被欲望蒙蔽双眼，丧失理性判断，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妄图抓住每一个上涨的波段，结果在行情反转时错失最佳离场时机，将前期积累的利润拱手相让。而恐惧则如同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在股价下跌趋势中，让交易者陷入恐慌状态，做出慌乱止损的错误决策，导致不必要的损失。交易绝非一场需要时刻紧绷神经、24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战斗，而是一场需要在合适身心状态下进行的精密操作。当交易者身体抱恙，或是正被生活中的琐事困扰，情绪低落时，其大脑的反应速度、判断力以及执行力都会大打折扣。就如同职业运动员在受伤后不会贸然参赛，成熟的交易者应当具备自我关怀的意识，学会在状态不佳时果断暂停交易。这种看似保守的做法，实则是专业交易者必备的素养。它能够有效避免因状态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保护交易账户的安全。追求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几乎是每一个交易者心中的理想目标，但这恰恰也是导致交易失败的重要心理陷阱。从历史 K 线图上看，那些完美的高低点清晰可见，但在实时交易的动态市场环境中，受到市场消息、投资者情绪、宏观经济形势等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想要精准捕捉这些点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交易只能追求大概率的成功，而非绝对的完美。学会接受交易中的不完美，将目光聚焦于抓住趋势的中间段，虽然看似放弃了部分利润空间，但实际上能够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实现更稳定可持续的收益。交易日记是交易者进行自我反思与成长的重要工具，它不仅仅是交易数据的简单记录，更是交易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通过详细记录每一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包括当时对市场形势的分析、选择交易标的的理由，记录交易过程中的情绪变化，是兴奋、紧张还是焦虑、后悔，以及对市场走势的后续分析等内容，交易者能够在回顾时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交易模式。例如，有些交易者通过交易日记发现自己在某些特定市场环境下总是容易冲动交易，还有些交易者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会对交易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定期回顾交易日记，就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进行一场深度对话，能够帮助交易者及时发现潜在的心理弱点，并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不断优化交易策略，提升心理韧性。资金管理作为交易的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直接决定了交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能力和交易生涯的长度。合理的资金管理不仅能够有效控制交易风险，还能帮助交易者在市场波动中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因账户资金的大幅波动而陷入焦虑和恐慌。
2%风险原则是资金管理中最为核心的准则，它为每一次交易设置了明确的风险边界。该原则要求每次交易的风险不得超过账户总资金的 2%。例如，若交易者的账户资金为10万元，那么单次交易的最大亏损应严格控制在2000元以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交易者需要在交易前通过精确计算入场点与止损点之间的价差，并结合 2% 的风险比例来确定合理的仓位。这种严谨的资金管理方式能够确保即使在遭遇单次交易失败的情况下，账户资金也不会遭受伤筋动骨的损失，从而为后续的交易保留足够的资本和机会。6%月度止损规则为交易者的月度交易设置了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当账户在1个月内的亏损达到 6% 时，无论市场形势如何，交易者都应立即停止交易，暂时离场观望。这一规则就像是交易账户的保险丝，能够有效防止因连续亏损而导致的账户崩溃。在实际交易中，市场行情复杂多变，可能会出现连续不利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止损，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导致账户资金大幅缩水。而 6% 规则给予了交易者冷静反思和调整策略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中保持理性，避免情绪化交易。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也表明，严格遵守 6% 规则的交易者，其长期收益表现明显优于那些缺乏风险控制意识的交易者。仓位管理并非简单的资金分配操作，而是一门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动态平衡风险与收益的艺术。在市场趋势明确、上涨或下跌趋势较为强劲时，交易者可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仓位，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而当市场行情不明朗，处于震荡或盘整阶段时，则应降低仓位，谨慎操作，规避潜在的风险。此外，分批建仓、金字塔式加仓等策略，也是在实战中有效平衡风险与收益的重要手段。例如，分批建仓策略可以让交易者在不确定市场走势的情况下逐步介入市场，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多资金而面临较大风险。金字塔式加仓则是在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后逐步增加仓位，既能够把握市场机会，又能在趋势反转时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交易策略作为连接交易理念与市场实践的桥梁，其重要性在于将抽象的交易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在以交易为生2中，作者对买入、卖出和做空等交易策略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为交易者提供了极具实用价值的行动指南。成功的买入决策离不开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的相互配合和双重确认。基本面分析主要侧重于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行业地位、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研究，帮助交易者从宏观层面把握市场大势，了解企业的内在价值和长期发展潜力。技术分析则是通过对历史价格走势、成交量等数据的分析，运用各种技术指标和图形形态来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为交易者提供具体的入场时机。例如，当一家公司基本面表现良好，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其股价正处于超买状态，此时贸然买入很可能面临股价回调的风险。反之，如果一家公司基本面不佳，存在财务风险等问题，但股价出现超卖反弹，这种短期的机会也需要交易者谨慎对待，因为其缺乏坚实的基本面支撑，反弹可能难以持续。只有当基本面和技术面都发出积极信号时，买入决策的成功概率才会大大提高。价值投资理念是一种基于对企业内在价值评估的投资方法，其核心观点认为价值是股价的基础和锚点。尽管在短期内，市场价格会受到投资者情绪、市场热点等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但从长期来看，价格终将回归价值。交易者需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例如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深入分析，计算企业的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与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比，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因素，综合判断企业的价值。当股票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意味着该股票存在被低估的情况，此时是买入的良好时机。当股价高于价值时，则应考虑卖出。这种基于价值的投资理念能够帮助交易者有效降低交易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的概率。就像巴菲特等投资大师长期坚持价值投资，通过深入挖掘被市场低估的企业，并长期持有，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卖出环节在交易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锁定利润的关键步骤，更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好的卖出策略能够帮助交易者在合适的时机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避免因市场反转而导致利润回吐或产生更大的损失。本书将卖出策略细致地分为止盈卖出、止损卖出和因交易噪音卖出3类，并针对不同的市场环境提供了具体且可操作的建议。在止盈卖出策略方面，根据牛市不同阶段的特点，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把握盈利时机。
在牛市初期，市场刚刚从低迷中复苏，趋势开始逐渐形成，此时股价相对较为稳定，均线系统也呈现出向上发散的态势。交易者可以将均线作为参考指标，当股价站稳均线时，说明市场多头力量较强，可继续持有股票以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当股价跌破均线时，则可能预示着短期趋势的改变，此时应考虑止盈。例如，常用的5日线和10日线组合，当股价跌破5日线时，可适当减仓，锁定部分利润；当股价跌破10日线时，可选择清仓离场。随着牛市进入中期，市场情绪逐渐高涨，股价波动也变得更加剧烈。在这个阶段，利用通道指标来确定止盈点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通道指标如布林线能够反映股价的波动范围和趋势。当股价突破通道上轨时，表明短期股价涨幅过大，市场可能存在超买情况，随时有回调的风险。此时交易者应及时止盈，锁定利润。到了牛市后期，市场情绪达到狂热状态，风险也在不断积聚。此时移动平均线的走势成为判断趋势变化的重要依据。交易者应密切关注股价与均线的关系。当股价跌破均线，且均线开始向下拐头时，这往往是市场趋势反转的信号。交易者应逐步减仓离场，避免在即将到来的熊市中遭受重大损失。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参考支撑和压力区设定止盈目标是一种较为稳健的策略。通过对历史交易数据的分析，找出股价在过去波动过程中的关键支撑位和压力位。当股价逐渐接近压力区时，由于压力位对股价上涨会形成一定的阻力，股价可能会在此处遇到回调。此时长线投资者可以选择逐步止盈，这样既能避免被短期波动所干扰，又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止损卖出是控制交易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核心在于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合理的止损点位不能随意设定，而应综合考虑交易策略、市场环境以及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一般来说，为了保证交易的盈利潜力，损益比应保持在3:1以上，即预期的收益应该是潜在风险的3倍以上。例如，如果交易者预期某只股票的上涨空间为 30%， 那么其设定的止损幅度应控制在 10% 以内。这样，即使交易失败，损失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而一旦交易成功，就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在设定止损点位时，许多交易者容易陷入一些常见的误区，其中将止损设在近期低点下方是较为普遍的错误做法。这种设置方式很容易被市场主力利用，他们可能会通过刻意打压股价，触发交易者的止损单，从而达到洗盘的目的。更好的方法是寻找市场普遍认可的止损价位，例如一些重要的整数关口、前期的支撑位或关键的技术指标点位等，将止损点设在略低于该价位的位置。这样既能有效控制风险，又能避免被市场的假突破所迷惑，防止过早的被洗出局。根据市场情况的不同，交易者还可以灵活选择固定止损或追踪止损策略。固定止损适用于市场波动较小、趋势相对稳定的环境，它能够为交易者提供明确的风险控制边界，让交易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每一笔交易中的最大损失范围。追踪止损则更适合趋势行情，它能够随着股价的上涨而不断上移止损点，在市场趋势延续时锁定利润，同时在趋势反转时及时触发止损，帮助交易者在获取最大收益的同时，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使用追踪止损时，设置合理的追踪幅度至关重要。如果追踪幅度过小，可能会因市场的短期波动而导致过早止损；如果追踪幅度过大，则可能无法有效锁定利润，在趋势反转时造成较大的损失。交易噪音是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干扰因素，它会对交易者的正常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噪音包括突发消息、技术指标背离、市场情绪过热等情况。当股价不断创新高，但技术指标却未能同步创新高，出现顶背离现象时，这往往是市场趋势即将反转的预警信号。以 MACD 指标为例，当股价持续上涨，而 MACD 指标的红柱却逐渐缩短，或者低幅线和地线未能跟随股价创新高，此时交易者应提高警惕，考虑减仓或离场，以规避潜在的风险。市场情绪过热也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噪音信号。当身边的人都在热烈讨论股票，甚至出现全民炒股的狂热景象时，往往预示着市场即将见顶。回顾历史上的多次股灾，在灾难发生前都出现过类似的市场过热现象。例如，在2015年中国股市牛市后期，大街小巷都充斥着股票交易的话题，大量对股票知识一知半解的新手纷纷涌入市场，市场情绪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随后股市便出现了大幅下跌，许多投资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此，当市场出现这种过热迹象时，交易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对待交易决策。此外，重大事件如公司财报发布、宏观政策调整等，都可能对股价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些事件发生前，交易者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例如，当一家公司即将发布财报时，如果市场对其财报预期较高，股价已经大幅上涨，那么在财报发布前，交易者可以考虑适当减仓，以规避财报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当宏观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如利率上调、税收政策变化等，这些政策可能会对整个市场的资金流向、企业的经营成本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市场的波动。交易者也应根据情况及时调整仓位或选择暂时离场观望。虽然在 A 股市场中，做空机制相对受限，但了解做空策略对于交易者全面理解市场运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做空是一种与传统做多相反的交易方式，即先介入股票卖出，待股价下跌后再买入归还，从中赚取差价。然而，做空交易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在于股价上涨的无限性。理论上，股价可以无限制的上涨，而交易者的损失也会随之不断扩大。因此，在进行做空交易时，必须严格控制仓位，并设置止损，以防止损失失控。在选择做空标的时，理想的对象通常是那些基本面出现恶化迹象、估值过高或者技术形态呈现明显顶部特征的股票。例如，当一家公司出现业绩大幅下滑、财务造假等负面情况，同时其股价处于历史高位，此时该股票可能是较好的做空标的。此外，对于一些行业竞争激烈、市场份额逐渐萎缩的公司，其股价也可能面临下跌压力，适合作为做空的选择。把握做空时机同样至关重要。做空应选择在市场整体趋势向下时进行，避免在股价超跌时盲目做空。交易者可以参考技术指标和市场情绪来判断做空时机。当市场处于明显的下跌趋势，且个股的技术指标如均线向下发散、成交量放大等都显示出下跌信号时，此时进行做空交易成功的概率相对较高。同时，关注空头指标也是做空交易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分析空头持仓比率和平空所需时间等指标，交易者可以了解市场做空力量的强弱。当空头持仓比率过高时，市场上的空头力量较为集中，一旦出现空头回补行情，可能会推动股价大幅反弹。此时交易者应谨慎做空，避免因空头回补而遭受损失。以交易为生二，卖出的艺术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交易技巧的工具书，更是一部深刻探讨自我认知与成长的教科书。在交易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上，技术分析和交易策略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交易理念，培养良好的交易心态，掌握科学的资金管理方法。交易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需要交易者在不断的学习、实践和反思中成长。通过阅读这本书，交易者不仅能够学到实用的交易技巧，更能够深入理解交易背后所蕴含的人性逻辑和市场规律。正如作者所言，交易的本质是管理风险，而不是追求利润。只有真正领悟并践行这一理念，交易者才能在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期稳定的盈利，完成从普通交易者到专业投资家的华丽蜕变。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但只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每个交易者都能够在交易的征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收获内心的成长与成熟，在交易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如果对您有启发，记得动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哟。我们下期的听世界不见不散。